先生，我以为我们那次相见，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。那是什么改变了苏先生的想法呢？是这该死的命运吧。降魔法杖。这位大师好见识，正是降魔法杖。我是你苏哲心中的魔。我来帮王爷除克这心中的魔。哪儿来的贼，竟然连琅琊王也敢杀！依我看来，这些恐怕还是熟人。二皇还不出去！就来这么点人，觉得人少，你们多派些。大家长在上次刺杀琅琊王的行动中身负重伤，我等需要留下足够的人手守卫大家长。你们知道，我来此处不会带多少护卫，所以觉得这是杀我的最好时机。我们从来都不觉得能够杀死你，杀你的代价太高了，安和承担不起。那为何我们又在此处相见了呢？我刚才不是讲过了，都是那该死的命运啊！阿弥陀佛，我的般若心中不如我的师兄。王爷，我的内力已经耗尽了。若是风小刺出了杀念，便是我若风的罪过了。让我见识一下这传说中的列国剑法——天魔16舞。很少有人能见到这场真正的天魔舞，见过的都已经死了。王爷或许能够活下来，但这天魔将永远与你共行。我呼叫援兵，是吗？哲叔，引宗的人全部退走了。应该是发现他们的老家挨我们端了。既然真子的话，这场戏就没得必要演了。王爷这个列国剑法着实厉害啊！苏哲先生的天魔16舞更是凶险，我也很多年没有这么痛快地打上一架。那这场戏就演了这个嘛。但这场争斗的最终结果，还是要看天启城里面那两个兄弟了。嘿嘿，哎，王爷，要不要抽一口啊？苏先生客气了。嘿嘿，那就吃颗话梅嘛。哟，没得了，刚才的一剑全部打碎半个了。哎呀，可惜了。哎，先生是个有趣的人。画眉配烟，四脚朝天。
哎，大师妄言，明明是法力无边呐！阿弥陀佛。你的剑里藏着一股剑意，我曾见过，是春雨剑意。小子，你究竟是谁？我是暗河的苏沐雨，亦是无间城的孤魂野鬼。无间城城主卓雨洛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的父亲。这么看来，的确有几分相像。这无间城的城主竟然还有后人，而这后人竟然还成了暗河的无名者，着实有趣啊！我明白你为何一定要去我这身后的万卷楼了。这身后的万卷楼中，藏着你的身世，也藏着当年无间城被屠城的秘密。是，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够拦住我。既然如此，那只有我们三人联手了。你们真不要脸啊！居然想3打1，那就由我来会会你。昌河，你先退下。你已经很累了，只要我还站着，你便无需动手。虽然同为3家之姓，但他们在天启城中养尊处优，一代又一代过去了，他们早已不再是黑暗中的影子，而是光芒之下的世家贵族。杀人这件事，离他们已经太远了。之年，我竟能再次见到真正的18剑阵。方才只见17剑，未见这第18剑。第18剑，不论胜负，只论生死。那就和你论一论生死。若非我们3人合力，你必丧身于此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想再做一个杀手，暗河的子弟们也不想了。说得不错，但我觉得18剑出，不应再留活口。我与昌河虽是无名者，但我们有同伴和你们一样，姓着一样的苏，一样的谢，一样的穆。暗河向来是一个不讲感情的组织，
但我希望他们也能够拥有在阳光下自由行走的日子。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。影宗统帅暗河3家，同时在天启城也供奉我们3家。别的我不敢向你们保证，但这一点一定可以。从今以后，不再有影宗。你们从这里退去，不会有任何人找你们麻烦。哼！有些事物终究是要改变的。我们终将踏到暗河的彼岸，彼岸之处，不应只是长夜，还应有光明。好，老夫很欣赏你。府上，哎，够了。义卜并不是值得追随的首领，这一点我们3人早就知道。而且天启城中，如今是琅琊王所率领的天启4守护占据主导之位，影宗早就已经失势了。与其跟着他死，不如另谋出路。那么苏公子，我们就此告辞，希望你能实现你的愿望，带来一个新的暗河。暗河已经是新的暗河，只是世人心中的暗河还未曾改变。宇哥这是得手了，小声音。此处应该没有别的变故了，你先去客栈跟他们会合。那你呢？此件事了，我该去处理我的私事了，就不回去了。好，穆大美人，你注意安全。告辞。何必如此？方才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便不会这么狼狈了。方才若你动手，那便真是至死不休了。很久没有见你出第18将，按理说你这18剑阵全出，可就只死无生啊！你竟然还放过那些老头子一命。要我说杀了就杀了，反正一切都要推倒重来。有些东西可以推倒重新来过，有些东西不可以。比如这万卷楼，便要彻底毁去。长河，留给你的对手快到了。对于他，我可以不论生死了吗？一切由你。得嘞。哎，等等，宋宇，为什么我总觉得你才是大家长，我就是个打杂的呢？都是我自找苦吃啊！让开！认真说来，我们已经间接的打过很多次交道了，但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相见吧。影宗宗主，义卜先生，你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苏昌河。正是，暗河打杂人苏昌河，奉苏家家主苏沐雨之命，在此留下你的姓名。
即便知道对方所有的情报又如何？他还是天下第一，你们还是对付不了他。你方才放下的那一个卷轴，值100两黄金。你还没走？爷爷让我留下来，他说你或许需要我的帮助。我不要你的帮助。你想看的东西，我可以帮你寻到。白小堂，剑心中，暗河。是的，暗河的情报全在这里。我猜，这便是你要寻找的东西。但我也不确定你要找的这里是否都有，毕竟影宗不是万能的，不然天下白小就不会是白小堂了。这些都需要密石才能打开，而密石藏在我阿爷家中。我有。看来你早就做好了准备。我曾以为，只要拿到这2把钥匙便能得到答案，后来发现，以影宗的态度，必然不会让我们进入其中，反而还会暴露目的，而被他们以此要挟。于是我和昌河便提前制定了这个计划。看来你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怎么？落了些东西，在这儿等我。苏沐雨受了重伤。三爷，找机会在苏沐雨背后射出一箭，改变今晚这场战斗的结局。你去寻了什么东西？这就不便与你说了。把这栋楼都烧了吧。烧了？整栋楼？对。方才露出的破绽是故意的。
不愧是影宗宗主，还是有几分实力的。我差点就输给你了。一切终于都结束了。我这一辈子究竟是为什么而活？起来！你这个懦夫，将来要怎么样重振影宗？我要重振影宗。我不是什么影宗复兴的希望，我只是个小孩，我要出去玩。少宗主，老宗主已死，请少宗主接任宗主之位，重振影宗。请少宗主接任宗主之位，重振影宗。从那天起，我成为影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宗主。我这一辈子算是无比失败的吧？影宗不仅没有振兴，还在我的手中彻底消失了。我还失去了我的徒弟和我心爱的女儿。我听说临死之前，之前的回忆会像跑马灯一样在眼前闪过。我看你发了许久的呆，也是在回想自己的一生吗？别想了，看着我。来呀，你动手啊！啊！告诉我，天启城中知道暗河和影宗关系的都有谁？怎么？你是想把他们都杀掉是吗？是又如何？你觉得我杀不了你，可我不还是把你们都杀了？放心吧，如果让人知道，在江湖上恶名昭著的杀手组织背后竟是朝廷所控，那会引起天下的恐慌吧？知道暗河和影宗关系的，也不过是寥寥几人。寥寥几人便是友人。告诉我他们的名字，我可以留你全尸。
怎么样？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？找到了。这老头怎么处置啊？哎，不对，我为什么要问你啊？明明我才是暗河之主。要我说，就把他的手脚都砍了，要不然他是不会告诉我们天启城中还有谁盯着暗河。就算你斩断他的手脚，他也不会告诉你的。你杀过的人不少，这样的眼神，应当也见过不少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无趣啊！我不过就是想折磨他一下罢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秉承着最后一点的良知，我愿意听听。是影子，便一生都是影子。影子，若是想走到阳光下，便只能消失。你们终将会失败的。真是无畏气！苏沐雨，今天我们也算是大获全胜，我请你到碉楼小筑上去喝上一杯。我们烧的不仅仅是影宗，还是明面上的国丈府，得立刻离开天启城才是。影子若想走到阳光之下，便只能消失。那影宗不再成为影宗，而拥有了国丈府的身份，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影子到了阳光之下？所以，义卜刚刚说的那些话，不仅是在诅咒我们，也是他陷阱的写照。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你的内阁放着这些，我没有看。你不是一直不记得小时候的事吗？看看这上面写了什么。以前的事儿，管他做什么。以后暗河，你我只有明天。有人吗？嘿，这儿不错哎，地势不高，离中心塔不近，不会有同事来串门儿。在这儿铺一床厚被子，豪华大床房。哎呀，阳光也这么充足，比我之前租的房子不知道要好多少呢。这个乾坤袋虽然品级不高，但补给日常用途绰绰有余了。徒儿切记，进入三圣山，不可与人结怨，只管本本分分的做人，事事不强出头。师傅呀，师傅，我不是出不出头的事儿，徒弟我差点出殡了呀。你好能装啊！小小的乾坤袋，大有乾坤，早知道把所有家当都装过来了。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能在暴躁大魔王手里捡回一条命，我可真是福大命大。
我说你们魔域费这么大劲送下来的人，除了比常人修为更差，也没看出有何特别之处。这么久了还没消息，你只需知道只有他能杀了司马交。少公主有空在此处试探我，还不如想想如何利用她体内的蚀骨之毒，早日完成你我之间的约定。没想到我心心念念的度假在这儿补上了。他竟是在睡觉。庚辰仙府如今这些没用的东西，是故意派他来激怒我，还是真的没用到这种地步？完全没发现他是个魔域的奸细。冤枉啊，祖宗！蠢蛇，我怎会因一个区区魔域之人而头疼？分明是我身体里的灵火在作乱。我倒要看看，他究竟要做些什么。他怎能睡得这么沉？难问。走了。闹钟怎么没响呢？这花还怪奇怪的，晚上还会发光呢。那不是前几天被师祖打飞的妹子吗？不好，玉蓉蓉的本命之火熄灭了。喂！还好，他的魂魄还未散去，
公主，我不是嘱咐过你事事小心，怎么这就死了？我死了？我就是看到师祖那里种了好多花，我想摘一朵，然后就到了这里。难道是日月幽潭？月公主，还好，先府弟子都有一次脱生的机会，你还是早点做准备，送他去脱生吧。1天之内，命灯灭了2盏，师祖下手依旧如此狠绝。师祖怕是还记着昔日的恩怨，会将仇恨转嫁到弟子身上。哼哼，你以为他会在乎这些弟子吗？他心里还记着与八大宫的旧账呢。当初我们的父辈……好难受呀，我好难受。师祖，我好难受呀。师祖，师祖，把我身体里的这团火拿出来。师祖，忍一忍，把血放出来就好多了。往日八大宫喝他的血，又让他在三圣山被关了500年，他的仇恨只会与日俱增。师祖对待他们尚且毫不留情，要是有机会直面我们八大宫，恐怕会更加为所欲为啊！殷公主说的对啊，哎，她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们先下手为强。这。师祖有灵火在身，其实力远超各位。如果此时贸然挑衅师祖，怕是最后也落得一个惨死的下场。如今师祖虽已练出灵火分身，但三圣山封印尚且稳固，师某还恳请各位切勿轻举妄动。你以为这些弟子为何进山？不过是受了庚辰仙府那些老东西的命令，来涂抹我的血跟命。他们都不敢进山，那个人却大摇大摆地来我这儿放松身心。等会儿，师祖，你在监视我？没有没有，我是个斜眼，我在看那边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来调整作息，放松身心，简言之，度假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话到嘴边就变了？肯定是这孙子搞的鬼！玄幻世界害我，这里竟然还有真化 buff 这种东西。你不想杀我？不想。你为什么不想杀我？我不过是一条无辜的咸鱼罢了，修为低成这样子，多想不开呀，要杀你！当真如此？不然呢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被迫害妄想症？脑子有问题啊！我死定了，这个 buff 太害人了。救命啊！到底杀我还是不杀我？给个痛快吧！弟子不敢。这师祖是闭关闭太久，精神出问题了吧？不是。庚辰仙府一开始方向搞错了呀，送什么弟子进来侍奉？我看应该送医生进来给他治治脑袋。
臭狗子，别舔我！说兄弟，我细胳膊细腿的，你饶了我吧！你吃了我反而塞牙。你想喝这个？早说嘛！您请哈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不太周到。其实说起来，这也算是我清谷天的特产。只要有这青灵竹在，就会源源不断的生出青灵叶来。我平常都拿它当奶茶喝，没想到你也好这口啊！这蛇怎么狗里狗气的？能把一条巨蛇养成忠犬，祖宗不愧是祖宗。我这算是又狗了一天。我好难受，我好难受呀！我好难受。魔异的东西你也敢喝？是嫌活得太久了吗？你只不过是过去吃喝了2回，现在便替他说话了。世人皆贪婪，更何况是魔域之人，不是想夺灵火，就是贪图血凝花。他只是比旁人更会作为罢了。逆生石谷，紫 A 月之宫的玉蓉蓉消失无踪，连尸体都没找到。这山里又只能进不能出，想回宫都不成了。师祖的脾性谁也琢磨不透，先别乱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活下去才是关键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人能够得到师祖的垂青，成为师祖娘娘，那我们天之宫便能一举成为8宫之首。司马娇果然如公主所言那般残忍无道，我们必须找出她的弱点，早日杀了她才是。凤山灵火已与司马娇融为一体，如果司马娇死了，灵火也会熄灭。这样一来，整个庚辰仙府就无法生发灵气了。我们如何修道？那血凝花是由灵火吸取司马娇的血长出来的，吃了血凝花和司马娇的血，我们照样能提升修为。你忘了公主说的话了？当年她得罪了司马娇，如若有一天她一个不高兴想要翻旧账，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，还何谈修道？你们叫我来，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不可能的事情。叶若灵，你别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别忘了，你的族人还在公主手里。我已经给蛇兄安排上了，希望他今晚不要吵醒我，让我睡个安稳的觉吧。这熟悉的感觉怎么回事儿？修仙之人也会痛经吗？太痛了，越来越疼了。明离不是说，这半生灵能牵引廖廷琰的蚀骨之毒吗？
怎么他听到召唤之后居然毫无反应？这廖廷烨，莫非真的以为攀上了司马娇，就可以摆脱我们的控制了？哼！好，我且看这蚀骨之毒，你还能挺过几回？蠢蛇，你带了个什么回来？他竟然中了魔毒，你为什么想救他？你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吗？什么都不知道就把人带到我面前，你想死吗？这毒不过是魔域用来操控傀儡的小伎俩罢了。竟然直接睡着了。魔族千方百计送进来的，竟是这样的人。看来，他比那些蠢货聪明，不仅没到我面前来找死，还笼络了那条蠢蛇。如此深沉的心机，配得上这张脸。师祖，我怎么在您的殿内啊？演得不错，你竟敢利用那条蠢蛇，把你带到我的中心塔上。我猜可能是昨天晚上我肚子疼，我疼晕过去了，然后蛇兄担心我，他想让您救我，我没有想要麻烦您的意思。哎，我肚子不疼了。喝了我的血，自然不会疼。我喝了您的血啊！敢吐我就杀了你。您的血还有止痛功能啊！不仅能止痛，还能增进修为，这世间无人不想要。不用算上我，我不太想要。你现在的样子，让我很想立马了结了你。
别！我怕脏了您的手，我。既然如此痛苦，为什么不动手杀了我？因为无缘无故、无冤无仇。哼，在这世上杀人，不需要冤仇，更不需要缘故。比如现在，无冤无仇、无缘无故，我就是要杀了你。你又能怎样？我不能怎么样，我也打不过你。你要我杀，可我偏不杀。日后换你来伺候。我啊，我先走了。无冤无仇，无缘无故，就不想杀我。庚辰仙府哪个人不惦记着我的血？要不是只有我能供养灵火，要不是灵火能滋养整个庚辰仙府，要不是他们打不过我，我早就被分而食之了。魔域一直想毁了庚辰仙府，熄灭灵火，应该杀了我才是。怎么，他不想杀我？今天过得这么惊心动魄，我这晚上肯定又睡不好了。真是可笑，真人之事问出来的答案不会有假。若他真无杀心，或许可以利用他一番。500年，新月夜。师姑，我们在中心塔下日日等待，但这扇门从未为我们打开过。师祖他真的会见我们吗？难道你跟那些人一样浅薄？你要是害怕，你就走吧。不，师姑，我只是不知该怎么面对师祖。公主曾经说过，在这位师祖面前，试图掩藏自己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只需要拿出最谦卑、最虔诚的姿态，将我们的心思都暴露给他。只要我继续坚持下去，师祖一定会被我触动的。蛇兄真是好心办坏事，我还没好好休息几天呢，又要上班了。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还请师祖收下弟子。真是个勇士，竟然主动要求去面对那喜怒无常的祖宗，怪不得人家能当领头大佬。这个思想觉悟真不是盖的，我要是能跟他换换就好了。你竟然还未死！
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啊？见到我都说这话，我才不死呢！我要苟活着。你若是想要苟活，就离这里远一点。我倒是想啊。这师祖怎么回事啊？让我来上班也不给我个门禁卡，怎么进去啊？师姑，这小弟子恐怕不了解师祖的脾性，要不要提醒他？何必多管闲事？能在这么近的地方安全待着的，唯有你我二人。此人今日，怕是要死在这塔下。师祖，我来上班啦！这怎么会？这个门是敲一敲就能进的吗？方才那个弟子是怎么进去的？不知道师祖会让我做什么？什么东西？这些都是我日常的生活用品，我从乾坤袋里掏出来的，但是我不太会用灵力，我就只会往外拿，不会往里收。放下你那些破烂，跟我来。师祖，外面那个人是死了吗？你觉得呢？为什么要杀他呀？比起那些能一眼看透的贪婪，我更讨厌那些已经失去脑子和灵魂的傀儡，连杀他的兴趣都提不起来。那为什么？他太吵了，令我有些厌烦。嫌烦就要动手吗？这祖宗好疯啊！好累啊，这比挤地铁还累。走不动了。师祖，弟子斗胆问一句，我们爬这么高，是要干嘛去啊？不做什么。看来这祖宗是闲得太无聊了，就想玩死我。以前上班至少还能做个人，来到休闲世界打工，也只能做领导的玩具了。你先打扫这层。别说，这视野倒真挺不错的，就是师祖喜怒无常的，有点破坏上班体验。不过，在这高塔里独自闭关500年，性格变扭曲了，也不奇怪。师祖，你看我多努力啊，干活呢。师兄，是你呀！我以为老板来查岗呢，吓我一跳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吗？还是师祖他又怎么了？刚刚就是他把我丢在这儿，也没跟我说个上下班时间啥的。啊，
你要直接带我去找师祖吗？若不把他封印，定会屠灭整个邪府。灵火已与他融为一体，只要留他一命，给我们提供灵气即可。不如在此封印之上再加一道禁制，此禁制连着他全身经脉，可压制住他，令他无法自强。即使他再痛苦，也不能求死。饶命啊！我什么也没干，是您的宠物带我进来的。师祖，我灵力低微，帮不了您，要不我先下班了哈。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师祖，您是不是发烧了？我给您探探。心紧握，彼岸闪烁，让你我烙下份炽热，迷离不愁，鸳鸯执着，凝结成琥珀。望着眼前的叶落，借一笔水墨。师祖，您听我解释，是您的宠物带我进来的，我绝对没有半点要冒犯您的意思。他竟然能缓解灵火带给我的灼烧之痛。唯独众生去